我是瓜皮儿，绿箭侠第6季前情提要。因为信任危机，绿箭小队再起内讧，针对黑海妖的不同立场大打出手，可最终让他落跑。而沃森探员一直未曾停手，他私有奥利弗就是绿箭的实锤，一系列麻烦搞得奥利弗很是难受，导致这一切幕后黑手就是迪亚兹。当法院刚刚对奥利弗撤诉时，黑海妖出现在了媒体面前，他准备解体洛若以得平安。声泪俱下的演技成功唬住了媒体，对迪亚兹的事只字未提。况且他对奥利弗的身份了如指掌，又表示7000万美金巨款不在自己手里，奥利弗不得已只能将他安置进医院。警局内鬼希尔还在想方设法扳倒奥利弗。当天下午，奥利弗收到一个坏消息，法院撤诉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有一个新证人出面指证他的身份罗伊。一时间团队陷入了沉思。罗伊隐退已经2年了，肯定是受到了迪亚兹和阿纳托利的威胁。据菲利西蒂的调查，他们发现罗伊被挟持到了一家酒店，但周遭全是警卫，在反治安维持着法规成立的前提下，奥利弗跟迪哥不敢贸然行动。得知此事的西亚立刻换装快手，与哥哥一同前往营救。在通风管道里看到了被拷打的罗伊，并证实了这群警察效力于迪亚兹。2年下来，罗伊有些发福，但他对西亚的感情从未变过。不幸的是，迪亚兹势力庞大，黑手已经伸进了警局。无奈之下，奥利弗只能带妹妹撤退，营救行动还得重新计划。事已至此，奥利弗不得不去找戴娜求和，只有联手才能揪出警局内鬼。得到了戴娜的情报后，奥利弗再次行动，堵截了押运汽车，可罗伊并不在上面。此时的他被调包送到了迪亚兹面前，不管对方怎么折磨他，罗伊都坚决不开口。另一边，黑海妖仿佛良心发现，把迪亚兹的事全盘托出，可他的立场还有待考察。不管怎么样，为了救出罗伊，奥利弗只能暂时相信。深夜带队顺着所述位置找到了迪亚兹，击败一众混混后，救出了遍体鳞伤的罗伊。警局内鬼调动了人马，奥利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迪亚兹逃走。事后，奥利弗登门答谢黑海妖，也愿意给他一个成为罗惹的机会。当他望着奥利弗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此时，南达尔巴特尼萨早就解散了刺客联盟，但马尔科姆的忠实手下重组了死神会。为了查出他们的目的，尼萨潜入其中，这才得知他们想靠雷小谷的遗孀西亚东山再起。罗伊和西亚打算离开星城重新生活，半路遭到刺客联盟袭击，幸好尼萨及时出手相救，这才告诉了奥利弗一切。在马尔科姆踩雷身亡之前，曾发现一个古老地图，于是为了帮尊主完成心愿，以雅典娜为首组建了死神会。事关父亲的遗愿，西亚只能卷入其中。通过马尔科姆曾经的线人得到了地图具体的位置，经典小队一同前往，被宝藏的密码难住了许久。此时死神会杀到，交战中马尔科姆曾安放的陷阱助了奥利弗等人一臂之力，这才带着宝箱离开。小队凹秃了头发，才破解了密码，密码为刺客联盟成立的时间1013，加上马尔科姆的生日作为尾数，这的确符合马尔科姆自傲的性格。盒子里是一张空白牛皮纸，加热之后也没有效果。西亚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事成之后不论怎样，他都准备和罗伊远走高飞。内容还未破译，星城媒体场就收到了警报，死神会打算引爆这里，强迫西亚现身。对抗中，雅典娜仿佛胜券在握，直言告诉西亚，你的血就是打开地图的关键。在众人寻找炸弹时，西亚凭借父亲教导的招数打败了雅典娜，并从牛皮纸上得到一个地图。尼萨一眼认出图上指引的位置，暗藏了世间最后3个拉萨路之池。这种东西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为了世人，也为了父亲的遗愿，西亚决定接受命运，前去摧毁池水。罗伊和尼萨陪伴前行，离别前，尼萨赠予劳利弗何切斯之刃，在联盟中，这代表切断婚姻的镣铐。今日的他解除了与奥利弗的婚姻，从此以朋友的身份存在。告别3人的1周里，戴娜和克里斯地毯式调查了警局中的内鬼，发现小黑警人数极多。这种情况下，队长希尔更值得怀疑。于是戴娜带队背着希尔前去抓住阿纳托利，过程中得到了奥利弗的帮助，但双方还是有偏见。昆汀只能不停地当着和事佬，可审讯还没结束，检察官萨姆就以没有逮捕证为由驳回了指控。这厮等于用职业生涯去保阿纳托利，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他跟队长希尔是一伙的。奥利弗二话不说就解雇了2人，虽然2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了迪亚兹的威胁，但这并不能改变眼下的现状。声明发布不足24小时，迪亚兹就展开了报复，迷魂重新出现在星城，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一举捣毁了窝点，但迪哥却跟奥利弗产生了隔阂。自己刚刚康复，奥利弗就回归了，绿帽还没兜热乎，就又成了2把手。恼怒的迪哥也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再加上奥利弗黑天白日的操劳，2个身份都顶着巨大的压力，兄弟俩大吵一架，所有怒气都朝对方发泄，并大打出手。2巨头打架堪比拆家案，还好菲利西蒂劝阻了他们。
迪哥一气之下离开了地堡，气头上的奥利弗并没有选择挽留，又成了光杆司令的奥利弗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就听到了噩耗。希尔和萨姆在离职前开除了所有的正义警察，包括副队长戴纳，还在媒体面前贼喊抓贼，说市长奥利弗包庇绿箭侠滥用职权，向国会申请弹劾。这一系列政治手段自然是黑海妖罗罗给迪亚兹出的主意。如今警局成为了迪亚兹的下一个窝点，奥利弗又孤立无援，一时间身边只剩下昆汀相助。此时参议员库伦斯赶到市长办公室，看似帮奥利弗分担压力，实则也是迪亚兹的内鬼。若拿不出证据证明清白，奥利弗将彻底下台。无处发泄的他可以说是一点就着，几次对儿子和费利西蒂发了火。这一闹下来，家人有了意见了。独自在地堡反省的奥利弗猛然间看到了蔡斯，一时懵了的奥利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很快反应过来，搏斗中施展强人所难，这次没有留情，彻底扭断了蔡斯的脖子。再扭头，蔡斯又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这次奥利弗没有再出手，冷静思考了下，确定这都是幻觉。就连抽血化验的时候，蔡斯都跟小丑一样阴魂不散。最终奥利弗得到了结果，自己中了迷魂，肯定是与库伦斯握手的时候中招的。期间蔡斯不停给奥利弗出主意，语句中一直在引导着奥利弗重施杀戮，但迷魂的效果依旧没有退去，先后看到了不少亲人殒命，这才渐渐苏醒。随后顶着疲惫的身体前往了听证会，足足迟到1小时之久，精神状态极其不好，再加上蔡斯阴魂不散，听证会上的奥利弗的证词毫无说服力，最终在昆汀的支援下草草离场。孤立的奥利弗重新成为兜帽男，一路杀进警局寻找迪亚兹的下落，打算根除此人，彻底扭转局势。阻拦他的昆汀也被一塞炮干倒。菲利西蒂生怕丈夫有个好歹，就前往了警局。此时的奥利弗佛挡杀佛，而门内等待着他的是迪亚兹及一众武装特警。确认菲利西蒂不是幻想之后，奥利弗才逐渐冷静下来，带着妻子逃离了警局。随后新闻报道了市长弹劾的消息，奥利弗也不打算去夺回位置，身为副市长的昆汀顺理成章继任。至于奥利弗，他决定成为一个独行侠，不需要队友，不需要兄弟，用绿箭的身份了结一切。迪亚兹这边也未让步，他的目标放到了世界第一黑帮团体四分体，想在这个集团有一席之地并不容易。正所谓人不狠站不稳，迪亚兹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得到了四分体的尊重，表现出的心狠手辣，连罗罗都有些忌惮。不管对方是否无辜，家中是否有妻儿，挡路者全部干掉。罗罗不由得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奥利弗孤军奋战的第7个日夜，屡次绝处逢生，可他发现迪亚兹的势力像是瘟疫一般覆盖星城，于是他杀到了俄罗斯，找到了旧友阿纳托利，希望他能放弃与迪亚兹的合作。但这最后一丝信任也被利用，奥利弗被昔日兄弟背叛，活捉到了迪亚兹面前，还成为了人家口中的笑柄。奥利弗这一被活捉，迪亚兹就有了谈判的筹码，他找到了代理市长昆汀，要签署一个霸王条例，转让市政府的地皮。谈话中，昆汀看出了劳罗眼中的犹豫恐惧，为了奥利弗也为了女儿，他提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如今迪亚兹有了四分体这个强悍背景，又在星城建立了中转站，大量武器都能无障碍送到四分体手里。为了解决此事，戴娜的小队站了出来，可他们终究是一群实习生，又加上瑞内刚恢复身体，首次突袭以失败告终。所幸他们直接找到了迪哥，达成协议后准备摧毁这批武器。有了天眼会的援助，行动很成功，爆炸直接带走了迪亚兹1000万美金的武器。但奥利弗就倒霉了，迪亚兹冲他一顿撒气，手脚被束缚的奥利弗根本无法还手，这让讲究荣誉的老毛子阿纳托利也看不下去了。是男人就上路1v1单挑。迪亚兹立马叫人解绑，与奥利弗展开了公平对决。龙哥虽说没有超能力，却是一流的武术家啊。被状态不好的奥利弗按在地上摩擦，结果即将战败的迪亚兹朝着奥利弗的腰子就是一刀，使用下流的手段战胜了奥利弗。这一幕难免让阿纳托利有了抵触，自己再怎么不地道，做事起码光明磊落。很快迪亚兹有了新计划，已经控制了星城政府的他，打算让奥利弗永远留在星城，通过法律手段逼奥利弗出庭受审，到时候谁出面都无法保释，等待奥利弗的将会是无期徒刑。随着新闻的爆出，曾经的队友全都揪起了心。1周后庭审举行，虽然菲利西蒂请了一名清廉律师，但法官是迪亚兹的人，说再多也无济于事。重情义的瑞内回想起了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自己被威胁后向沃森道出的秘密，于是他打算不惜代价为奥利弗出庭作证。话没说出口，就看见迪亚兹带着佐伊走了进来，心里一慌，改口说道：“奥利弗就是绿箭。”随后迪哥以贴身保镖的身份作证，而后戴娜也上了证人席，紧接着就是菲利西蒂。尽管控方律师以黑客的名义威胁了他，菲利西蒂仍一口咬定奥利弗不是绿箭，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局势对奥利弗极其不利，他仍旧挂念着家乡。说实话太累了，
不可能永远当绿箭。他认为终有一天使命会完结，然后过上简简单单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得建立在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基础上。下半场的庭审上，忽然一个黑影从天而降，正是绿箭侠。奥利弗也惊，当绿箭侠摘下面具后，露出的是汤米的脸。汤米的到来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局势，他证明自己当年营造了假死，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绿箭的身份。此次不顾一切出现，完全是为了兄弟奥利弗，搞得奥利弗都要泪目了。如此一来，法官只能将绿箭汤米扣押了。运输途中被迪哥等人截下，面具一摘，汤米正是替身标靶 ，A.K.A. 奥利弗的背锅侠呀。但这并不代表奥利弗就能无罪释放。随后，迪亚兹祭出大招，让 Loro 出庭。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的证词最具有说服性。没想到，此时 Loro 不顾生命危险，硬是指认汤米就是绿箭侠。完事后，迅速逃离现场，防止被迪亚兹逮住。可惜，受贿的法官还是不打算宣判结果，于是瑞内启用了 B 句话，让替身标靶去接替法官。这一切行动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在最终定锤时，法官以证据矛盾重重为由，否定了判决，给了奥利弗一个清白。这一切，瑞内功不可没，但 Loro 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他尝试过靠突袭干掉迪亚兹，但抑制器过于 bug， 最终被活捉。恼羞成怒的迪亚兹将其俘获，准备做了跟奥利弗有关的所有人。此时的奥利弗还在家里陪伴妻儿，一家温馨至极。饭前，奥利弗接到了阿纳托利的电话，内容简单粗暴，让他快跑。奥利弗反应极快，立刻拉着妻儿躲在桌子后，武装分子破窗而入，疯狂扫射。随即，奥利弗逐一将其击破，有惊无险躲过一劫。随后，将情报转给了所有队员，提前做好了准备的哥几个躲过了袭击。不幸的是，地堡被迪亚兹一把火摧毁，只能暂时据守在戴纳他们的据点。绿箭小队不得不重新集结，抵御外敌。阿纳托利既然有意提醒，就表示他这次选择了奥利弗。秘密会面之后，众人打算靠阿纳托利引出迪亚兹，然后绿箭小队全军出击将其抓捕。可惜行动被四分体插手，迪亚兹逃过一劫，也不禁怀疑起了身边出了内鬼。可阿纳托利在道上摸爬滚打了这么久，丝毫不露怯，反倒是把锅甩给了四分体，说他们这是要干掉你，称霸星城。而这种鬼话，迪亚兹还他妈信了，暗中做掉了四分体的3个掌门人，自己掌握了最大权力，随后躲进了警局老窝。与此同时，菲利西蒂发现迪亚兹在之前交手中时时刻刻保护着一个项链，一番调查才发现这是个储存器，想必里面的内容对迪亚兹至关重要。于是联合天眼会进行追踪。莱拉作为天眼会的龙头老大，即便是警方也得让3分，内鬼们也是敢怒不敢言。莱拉很快进入了迪亚兹的老窝，暗中投放接收器，为菲利西蒂提供远程破译的机会。可他这一来，迪亚兹就察觉不对劲了，立刻招呼人去堵截。情急之下，莱拉拉响警报，绿箭小队杀进警局，与之展开大战。菲利西蒂则是趁乱拷贝了项链上的内容全部是迪亚兹的账单以及经济来源，这是他运营势力的资本。解决这个就能解决到迪亚兹70%的实力。可他们没想到，文件自带木马，无形中暴露了戴纳他们据点的位置。没多久，一众武装分子就包围此地，向内部释放了毒气。为了减少损失，奥利弗让所有人先行撤退，自己和菲利西蒂等待文件的完整内容。眼见迪亚兹带人逐渐深入，奥利弗不得不引爆炸弹，将整个据点化为废墟。迪亚兹太过畜生，奥利弗想到了最后一条路，向 FBI 的沃森坦白真相，换取最后的时间以及其他队友的赦免权。之后的行动中，绿箭小队加天眼会再加 FBI 3方势力碾压式清理了星城警局，内鬼们被横扫，但迪亚兹却并不在这儿。好在阿纳托利带来了迪亚兹的下落，奥利弗他们这才有了行动方向。本以为一转局势，却忽略了罗柔和昆汀。救女心切的昆汀也没管什么，望见罗柔被虐待，体内的心脏起搏器突然有了反应，导致双双被活捉。而另一边的抓捕行动也不顺利，迪亚兹早就预料到了阿纳托利是内鬼，所以提供了虚假情报，瑞内险些遇难，但他依旧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了几名探员。直到这时才接到了迪亚兹的电话，电话中昆汀可以说出了自己植入了心脏起搏器。菲利西蒂和奥利弗立马顿悟，追踪起搏器的位置，查到了一座化工厂。在他们行动的同时，迪亚兹呛着罗柔，逼迫市长昆汀下令撤离 FBI。但昆汀威武不屈，甚至挺身而出，为女儿挡下了子弹。在他奄奄一息之时，绿箭小队携 FBI 天眼会杀到，奥利弗选择追击迪亚兹，戴纳则是解开了罗柔的意志项圈，双金丝却联手将昆汀带了出去。楼顶之上，奥利弗与迪亚兹展开了最终对决，本打算杀之绝后患，迪亚兹却被罗柔一声血吼震入大海。这种程度根本不致命，虽然迪亚兹没有落网，但奥利弗跟沃森的约定到了期限，项链上的内容为 FBI 提供了所有贪官污吏的身份。奥利弗这才能腾出时间前往医院看望昆汀，明知他已经病危，却还是强忍着眼泪坐在了他的身边。
奥利弗表示自己一直将昆汀当成了父亲，留下一句等你康复后，昆汀就被推进了手术室。骚扰不远万里赶回行程，还没来得及等待医生的结果，奥利弗就自愿被沃森逮捕。他们的约定是奥利弗对世人公布身份并且自首， FBI 才插手抓捕迪亚兹。被带走前，手术室传来噩耗，昆汀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奥利弗连悲痛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拉到了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自己就是绿箭侠，随后转移到铁山监狱，成为了4587号囚犯。